嗨，大家好，杰夫。我们很久没有来拍电动车系列，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车呢？各位观众，我来喽！我来喽！在这之前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我们今天开箱 Porsche Taycan 保时捷的第一款电动车。那我的 Tesla Model 3已经大概开了近2年的时间，不管是电力、操控、充电的方便性，甚至保养、巴拉巴拉等等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跟现任的这个 Taycan 的车主来稍微聊一下，他为什么最后选择 Porsche。2台电动车在台湾使用上的便利性，甚至内装的舒适度、操控，我们都一起聊一聊，分享给各位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车主 Ray。嗨，那你拥有这台车大概多久的时间2-3个月， 2-3个月。对，当初下定等了多久？等了大概5个月左右。你当初买电动车，你有去看 Tesla？有，那最后选这台原因是什么？就帅啊，操控好啊。因为等于是你订这台车之前，你只有 Tesla 可以试驾嘛，这台是没得试驾的对，开过保时捷就不会选其他牌子。那当初有考量到充电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家就可以装充电桩，所以就比较还好。那它的充电桩也是选配吗？还是它有送？它有送，它有送，安装，另外安装要另外付钱而已。就是请那个人家来拉电什么的，那种要另外付钱。也是保时捷帮你们安排的吗？对，他会就是给我们厂商电话，然后跟他约时间这样子。交车之后充电对你来讲会是困扰吗？其实还好啦，因为400多公里其实也都够。然后他们全台湾保时捷都可以快充，那快充其实时间也蛮快的。它的快充是多快？大概10几充到80几，大概20几分钟就充完了。就是你平常的心得，我们今天就单纯使用的体验，对，所以对你来说还算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。那需要付钱吗？不用电费？它2年跟3万公里内都不用钱。好，再来是它保固呢？保固好像是电池保固，但我忘记多久。可是，但是他有说，就是如果我们去外面，然后用转接头充别家的充电线坏掉了，那不保固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在家或是在保时捷充。所以它其实是有宣导你一定要用保时捷的充电桩这件事。对，但他说如果真的没办法，你可以用，因为不至于那么容易坏。对，只是如果坏的话，它是不保固。那开起来跟汽油车最大的差异是什么？应该是那个顿跌吧，就是换挡的那个顿挫感，会有顿挫感。对，它是不是有附声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选那个那个是选配音效，对，那个选配。跑车音效是选配，对，它等于是一个音效而已，买那个声音的授权，好像是弄扩音器啦，也不是从音响放，就是扩音器，所以外面也听得到，里面也听得到。OK， 那个选配要加多少钱？3万多块。我差点骂脏话。你说就是一个扩音器，然后然后3万多块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开 Tesla 并没有这些比较特别的选配啊。那你有开它去外县市过吗？有过夜的那种？有。那充电会焦虑吗？其实还好，因为我目前最远是开到台中嘉义。那反正我到台中如果不够，我会在台中先充一下。就是台中的保时捷，在台中保时捷充，然后充完再去嘉义。位置都够，不会有排队的问题。没有，没有排队，没有排队问题。因为目前其实交车辆应该也不多，是不是？比起特斯拉不多，而且会买的应该家里都会有充电桩，就也比较不太会去保时捷充。除非就真的是出去玩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现在带各位观众去车上看一下，到底跟我们的 Tesla 的内装差异多少？来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到车上。瑞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它的内装，你最满意的是什么？最满意的是这个萤幕吧。这个萤幕，对，这个萤幕真的很漂亮。它可以选择想要的样子，就是这边可以选里程，然后跟就是你现在在播什么歌跟一些资讯也可以导航啦，对吧？那中间的话可以选择，就是看你要这样子有时速的啦，然后或是全部地图的，跟就是只显示时速的。对，然后这边也都全部都是触控的吗？
对，这边全部都是触控的，也都触控的。对，那触控还算灵敏，触控还蛮灵敏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主要是什么？这边的话都是冷气，然后它冷气的话，它这个也是就是弄拉的，就是像这样的方式弄拉的，选择要吹哪里。好酷哦。对，就不是在这边调。哦，所以这边都不能调了。对，这边没办法动。那这边是什么？这边的话就是开车厢。哦，开车厢。电池。电池也在这边。对，然后如果你要这边它好像也设那种快捷，这应该是导航，按了就会马上跳。然后媒体、播音乐的电话。那它可以看 YouTube 吗？不行。哦，没有 YouTube，Netflix 也没有。对，没有。所以它也不能看电视就对了。不行，不能看电视。然后这边本来有一些人会选购萤幕嘛，对不对？副驾的萤幕。对，副驾的萤幕。那你们选购了什么？我们内装选了就是全车整体跟跑车音效，就这样。剩下就是外观那个辅助系统选比较多，什么 ACC 啦，然后后方警示什么的那些，就选的很基本的就对了。对，竟然选了一个声浪。对，选的是声浪。那它的那个自动辅助驾驶，你说跟 Tesla 不太一样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像 Tesla 就是很稳的，然后可以观测到全部嘛。那保时捷它可能在就是原厂出来的时候，它会希望你是自己驾驶，就是不要依靠那些辅助系统，所以它要在你如果以车道偏离来说，你要就是比较歪的时候，它才会把你拉回来，不会像宾士或是特斯拉这么的保持。所以你下南部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还是得自己开。对。就还是得自己开，不能说一只手然后滑手机这样。哦，所以它的选配也没有到这么的自动辅助就对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车距那个是比宾士还要好的，就是你如果离前车太近，它会帮你刹车，那个是比宾士好的，比较舒适一点。对，比较舒适，比较像人开的，应该这样说。对。那外观选的什么？我们去外面看。外观基本上没有选。没有，我们都是标配。都是标配。对，但好像蛮多人会回来自己就是换轮框什么的，但我对那个都还好。然后家用充电，你说大概0到100K 需要充多久？家用8-9个小时，8-9个小时，就一个晚上睡起来就可以充满这样子。所以你目前并没有感觉到里程焦虑的问题？目前没有。OK， 可能还没有开到南部去吧，开到南部应该可能会有，对，只是目前没有感觉，对，都还算满意。好，那我来试开看看啦。好，我试开一下，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跟 Tesla 的差异。好，走。好，一下，哇，光这个门的那个隔音，这隔音差超多的，跟那个 Model 3比。方向盘很轻哎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也要选。动力转向，对，动力转向要选18000吧，好像是。然后现在引擎声就是你的选配，对，这是有开电动跑车音效。哇，这个方向盘好轻哦，开起来没有那种笨重感，很轻盈。对，可以一直走。哦，所以这个声音就是选的。对，现在这是一般模式，如果弄 Sport 模式会更明显。而且我发现它的那个安全带是有会吸一下，就是缩一下。这个声音我觉得选得很划算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声音好好听哦。那它放掉刹车的时候会有电能回充吗？会，它这边也是可以自己开关这样。哦，那就跟 Tesla 一样。对，踩一下啊。哇，这声音好好听哦。这个声音加的好划算哦！我刚刚这个声音的加钱，我跟你道歉，这个声音我也会加。这声音很好听的，对吧？就还算蛮划算的。而且开起来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开汽油车的保时捷的时候，如果你的 CC 数没有3000，基本上你踩起来就还是会有个笨重感。对，但这台不会，对，就是这么大台，你还会觉得它是轻盈的。对。可以知道你平常做什么工作吗？就是多方投资啊。我最近是投马吉的店面。对。我们帮我们的 Rain 那个工商一下，我们把那个店名啊、那个店的网址、把那个马吉的 IG 放在底下。能够开到 Taycan 的马吉，肯定好吃的。在华泰跟休息站都有店，各大休息站。
湖口、西螺跟古坑，都有店面。对。然后你们近期有推出月饼的中秋礼盒。好，我们赶快上去帮他订爆一波。今天应该可以弹射起步吧？这边。这个可以弹射。这个可以弹射。弹射起步怎么用？就是油门踩到底，刹车踩到底，然后放刹车，油门不要放。等一下，你再说一次。油门跟刹车同时踩到底，同时踩，所以我要2只脚。对，然后你到时候把刹车放掉，然后油门不要放，它就会冲出去。我比较恼，我不敢。不会啊，这个路还 OK。你说2个都要踩到底，然后突然把刹车放掉，它到时候电脑系统会告诉你说，就是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样我很紧张哎。你油门现在可以踩到底，油门踩到底，踩到底，然后油门也踩到底。对，踩到底。然后等下放刹车就好，油门不要放，好放。原来有这个功能啊！有。吓到我！哇，这个功能 Tesla 没有。所以你平常偶尔会玩一下，就等红绿灯就可能会踩一下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原来弹射起步是这个概念啊！对，这台车真的很不错哎。但其实我觉得它虽然是电动车，但是开起来其实还是有让你有保时捷原本的那个灵魂在哦。跟那个特斯拉开起来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它开起来还是有原本汽油保时捷的灵魂在，我不知道它怎么办到的。然后它的底盘超级安静，轮胎也没声音，完完全全只有你选配的引擎声，其他通通听不到。外面的隔音也超级好，然后冷气也比 Tesla 凉，然后不会有那个冷气声很大声。哇，不错啊！然后P 档就这样按一下，对，踩着刹车。我看一下 R 档啊。好，对，觉得这样就可以。然后现在按 P 档，对，然后就直接下车。然后就是长按那个电源键，然后开门它就熄火。它这边一样有一个原本保时捷的发动钮，对不对？对，发动钮。然后它只是现在变成，然后长按，那这样就关了，它就关了。对，哇，你们看到这个动画？好，我刚刚体验完了哈，我真的跟社会大众道歉，跑车的那个声音3万多块，非常划算，感觉没有那个声音，好像少了一个什么。对。对，安静，就是你平常开应该也都是 always 把声音开着哈，对吧？都会开着，太棒了，那个驾驭体验真的，它保持原有的保时捷汽油车的灵魂，让它的加速更加的轻盈。你就把它当做买一台汽油车，只是没有换挡顿挫，对，不用保养，对，只要充电，它的灵魂还在，它还是保时捷。好，这集真的太开心了，真的大家有空真的可以体验一下。那这集很感谢我们的瑞，大家记得赶快去订购他的中秋礼盒，叫做西罗麻薯大王阿西手工麻薯，好，上面有我们近期的中秋礼盒。对，好，大家赶快去订购一波。好，喜欢我的朋友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帮助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哎呦，这声音好帅哦！这声音好好听哦，观众应该听得到吧？这声音。哇，开起来好妙哦，不错。这个方向盘是很轻盈的，哇，不错。哇，它的方向盘真的跟外观比起来，就是好像2个人哦。对，摄影师有觉得这声音好听吗？是不是很帅？